穿过人海，别停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今天是环天山之旅的第2天，这里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——赛里木湖。湖中的天鹅飘摇微光，与我同行，盛开在黎明。总有爱，有多远的距离？早晨从奎屯出发，经过了3个多小时，来到了赛里木湖。赛里木湖现在是5A 景区，门票加车票145，同样的价格自驾也可以进入。因为赛里木湖比较大，整个全长70多公里，所以绝大部分人都自驾进入。整个景区有10多个可以停靠的地方，所以如果慢慢的玩，可以玩一整天。这个是从东门进入的第1个停靠站，有不少的自费项目。现在开始逆时针环湖之旅。赛里木湖有非常长的栈道，湖边现在也建有非常多的蒙古包毡房。现在也正是赛里木湖鲜花盛开的时节，每一个停靠点都可以走进湖边。远处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积雪的山峰。有的湖边有一些小岛浅滩，可以拍出倒影。我们同行的人准备在这里航拍一下。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点。道路的右侧开满了鲜花。从这里拍一个角度还挺漂亮的。景区里有不少的房车营地，价格不菲。这个季节湖边开的粉色、紫色花比较多。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大石块，可以拍倒影。湖水纯净，真的像大西洋的一滴眼泪。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石碑——赛里木湖。漂亮的湖面倒影。每一个停靠点的景色都略有不同。
赛里木湖有很多的团队游客，所以尽量找一些比较少游客的停靠点。这片湖边草地非常辽阔，可以拍一个无人机。我们这次同行的有位大哥，既当司机，又带了无人机。不知不觉就过了3、4个小时，而我们刚刚环湖了一半，到达了点将台。这里的位置可以看到整个赛里木湖。傍晚的天气变得晴朗起来，天上云彩的形状也非常漂亮。现在到达了天鹅戏水，这一片既有漂亮的牧场，又有美丽的天鹅。目前这片区域被保护了起来。湖面上飘着不过湖面的浪比较大，天鹅的身姿不那么飘逸。进入赛里木湖的西部，游客明显少了起来。这里的湖边有大量的云杉，非常漂亮。当天边那颗星，这里的草甸也非常美，还有一些黄色的小花儿。开始想念，有多少最喜欢的是这一段公路，只能遥遥相望，就像雨。感觉整个空气都是非常干净的。远处的山有一点白沙山的感觉，这里实在是太美了，决定停车下来。8点多钟，有一点夕阳的感觉了。情到深处在一起，听不见风中的叹息。湖边竟然看到2只天鹅。爱是什么？短暂的相遇，却念念不忘，用尽一生的时间。和天鹅嬉戏，它竟然走上了湖边。还挺和谐的一幅画面。如今我们一天各一方，生活的像周围人一样，眼前很快6个多小时就过去了。但愿你被温。没有选择在湖边看日落，我们打算出南门去果子沟大桥看日落。因为我们这次选择了住在公园南外的果子沟大桥下，几分钟就到达了果子沟大桥的观景平台。一转眼又不见。
果子沟大桥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大桥，建在群山之间，非常的壮观。短暂的相遇，却念念不忘。多少恍惚的时候，仿佛看见你在人海川流，音乐中你已浮现。真的非常美。这里是新疆霍城的解忧公主庄园。现在的薰衣草已进入了盛花期。这个薰衣草庄园面积很大，整个庄园满园芬芳。如果你喜欢看薰衣草，现在就抓紧来吧。昨晚住在了赛里木湖南门的果子沟桥旁边，早晨错过了日出，9点多到了这里的观景台。果子沟这个地方本身风光非常秀丽，而这个果子沟大桥更是这里的一道风景。果子沟大桥是新疆的第一座斜拉索大桥，也是最高的一座大桥，最高的地方离地面大概有70-80米。这里的山线条非常漂亮。果子沟大桥是从赛里木湖到伊宁的必经之路，但是如果你想好好的欣赏这座大桥，一定不要走在高速上，因为那里没法停车观赏。而这些旁边的观景山坡上才可以好好的欣赏这个果子沟大桥。现在果子沟大桥这边的住宿越来越少，很多原来的毡房都拆掉了。在这里停留了半个多小时，开始出发。这是高速公路下看到的果子沟大桥。从果子沟大桥开出来没多久，就进入了霍城这个区域。现在是6月中，沿途已经开满了薰衣草。霍城这边有很多的薰衣草庄园，这里是芦草沟。路边的薰衣草虽然茂盛，但是拍照并不是很好的位置，因为很多地方都被一些障碍物拦着。我们随便拐进了一个村子，这里面有一片很大的薰衣草，尝试着在这里拍了一下照。
前是收费的，35元一位。这个薰衣草庄园面积更大了，而且目前就是盛花期。蓝蓝的白云天，悠悠水边，感觉这个薰衣草庄园应该有上万亩大。云收扬鞭而走。之前听有些人说这个解忧公主庄园不好看，不过来到这里还是让我非常惊讶的。我个人感觉这里还是非常值得来的。今天的游客真的很少，我估计这是我们同车的4个伙伴。蓝蓝的白云天，悠悠水边流。在新疆旅游最苦恼的就是每天天黑得太晚，每次吃完晚饭都12点了，所以这2天的视频都是早晨才做。游览完薰衣草庄园，我们在伊宁吃了晚饭。
又带几个伙伴到了这个古兰丹木冰激凌店。大家一致认为这个9块9的冰激凌太值了。风儿起，水长流，哥哥天边走。现在是晚上7点钟左右，在六星街又逛了逛。因为明天的行程太长了，所以没有选择在伊宁住宿，而是准备赶往昭苏入住。本来之前非常想走伊昭公路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开通，差不多开了将近4个小时，我们才到达了昭苏。明天准备去下塔古道，敬请关注精彩的下塔古道徒步。